好，我們特別要來關心到是美軍的咆哮者 EA-18G 空中相撞這一起事故怎麼回事？等一下我們會有一個比較深入的了解。另外是解放軍另外一頭呢，它正式的啟動了低成本的消耗戰。今天會來關心幾款武器，包括了歼6無人化，還有呢魔鬼魚現身。那麼美軍霸權正在被 AI 戰爭來重新改寫。今天就這些議題會一起來做關心。好，3個火線話題，等一下我們會請來賓特別幫我們做解析。就是這一起事件，美軍最頂的咆哮者電子戰機在航空展上面為什麼會空中相撞？是單純的飛安的意外，還是說美軍全球的戰線真的已經拉太長了，開始出現一些戰力上面的透支呢？這是第一件事情會做關心。第二件事情，我們來看到還有第3件。是大陸的無人化戰爭時代正式開啟嗎？大量的發展它的 AI 的蜂群無人機、自殺無人機跟仿生潛航器。那麼美軍過去依賴的這些高科技武力優勢，還有高成本的武力優勢，是否被低成本戰爭快速的破解？那麼同樣來關心到是從俄烏戰爭，再到中東，再到台海。大陸正在改寫未來的戰爭規則，印太戰場接下來怎麼做發展？是無人化戰爭的時代了嗎？今天就這些議題會一起來做關心。好，我們要趕快來看到的是這個飛機相撞事件發生的地點就在美國的愛達荷州的航空展上面，2架美軍最先進的咆哮者電戰機在空中相撞之後還爆炸哦。所幸呢，最後4名機組人員成功的逃生，是沒有大礙的。之所以咆哮者非常的重要，因為它是最核心美軍的這個電子戰的主力，負責的項目包括它可以壓制敵軍的雷達、防空系統跟通訊網絡，被視為航母打擊群的開路先鋒。難道這一次出事跟它的戰力已經出現疲態有關係嗎？因為我們包括了了解，在前幾天美國的福特號航母也是先前這個像失火了一樣，大家就在看說是不是同樣也是戰力疲態呢？因為美軍的戰線實在開太長了，包括在伊朗有戰爭。那麼全球還要部署它的航母，不管在南海、在台海、在東海這邊，還要做這種高度的巡弋是不是因為已經被逼到了極限，所以才會發生這一類的事情呢？那上次哥怎麼看？首先呢，這起咆哮者兩架戰機的部分，真的像初看到畫面，你會覺得怎麼回事？你覺得他們在做特技嗎？就兩個飛機基本上已經抱在一起，然後旋轉，然後就爆炸，然後幸好就4個彈跳出來。不過這個消息雖然其實引起國際當中自媒體很大的討論，但是我先講有個人完全不 care， 這個人叫川普啊。其實川普從北京回來之後呢，我為什麼這樣講？因為川普回來之後這幾天基本上幾乎每天都在發一些跟軍事有關的他的照片，而且不是合成照。什麼意思呢？就是說他一直去拍，他一直登了好幾張他在中國大陸跟習近平一起閱兵。就是看到中國大陸那個儀仗隊，因為實在太驚人，他事實上也稱讚了好幾次。但你覺得他這回來之後就一直在回味，所以好幾張，而且他還把他自己人穿軍服的年輕照片也都登出來。我覺得這個東西就會體現到說，現在這個美國的最高的這個總統領袖，他關心的此刻對於軍事可能有些觸動，因為美國現在最近都在講他們的這個電視上的評論都在講說赫克賽斯完蛋了，因為很可能川普未來就要美國也要搞一個這樣的儀仗隊，會弄死人啊。好，所以在這個情形之下的話，我們對比來看一下這種所謂對於軍紀、對於軍威當中的體現，它當然本質就是很深、非常嚴格的訓練。在我們看到這一次的這個航空展當中出現這樣子的意外，首先這咆哮者號對於美軍來說，雖然不是最厲害，但是已經算是頂尖應用的。不過我們首先先要講了哈，航空展當中的這些駕駛員，他不見得是職業軍人。那麼航空展之後出現的部分的飛機，它也不見得是那種英文講 fully equipped， 就是說全裝備的，所有在這裡頭，因為讓人匪夷所思。比如說這次這個新聞出現了之後，通常來講電子戰機它一定會有非常厲害的設備，如果按照原來的時候，包括防撞有很多的警示的這樣子的這種提醒。但你難以想象，雖然在這個愛達荷空軍基地的上空來講，大家可能飛來飛去，有一些可能協調上，可是你只要有靠近到一個驚人的地步，除非你手動把它關掉。所以呢，首先第一個部分，它不見得是這個現役軍人，你不見得能夠看得到他真的是所謂的現在的軍紀訓練的部分的問題。但是你就輕易的讓這樣，即使它的樣機吧，它就是類似這樣參展的表演機吧，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你依舊還會發生這樣的錯誤。如果你真的是未來在調查當中，你甚至把它的主要是警戒系統關掉的時候，我認為這個東西其實還是體現出訓練問題。因為這種安全性，你怎麼會視為這麼樣的無視於這個當中的這個部分的風險呢？所以我想，其實這一波其實都會引起，其實從北京川普回來之後，其實對於很多方面，中國大陸體現的雖然只是一層儀仗隊這種軍威的這個部分，但是在美國，其實尤其在川普心中，我們確定了。包括赫格塞斯，可能他的餘波盪漾，因為這過去可能不是美軍訓練的重點。過去美軍我們都知道，他有很多都是個人化的，其實一個小兵他也有些個人裁決的、決定的，在打仗當一些靈活性和機动性，這一點可能跟中國解放軍是不太一樣。可是呢，現在中國解放軍的這種集體訓練的特色，可能也恰好是美國所欠缺的。所以這次咆哮者的這個意外仗當中，我們有看到了這一點。好，這個是來自尚志哥的觀察。那等一下同樣的問題也特別請教幹哥，又如何看這一起意外事故到底怎麼一回事？那另外一方面，我們剛剛也特別提到了嘛，中國現在呢打仗哦，它未來打的這場戰就會是無人化的戰爭。那我們也來看到說，那未來戰場可能會出現的哪幾種武器？好 ，CG 上面我們已經非常清楚的這個圖片給它一張張的列出來了。來看到特別今天要關心到4款，第一個我們來看到的是歼6無人化自殺機，它其實就是退役的殲6改造成的無人機，這是第一個。第二張圖我們來看到的是蜂群無人機，這種打造的就是大規模的 AI 無人機的先鋒部隊哦，而且数量我们從畫面上可以看到非常多輛，一起海量的衝出來。第三種，可以看到它這個外形哦，就有點類似海洋生物。但是呢，它的聲呐是很難被辨識的，所以具備高度靜音跟自主導航能力，潛航可以達到上千公里。最後一個圖，我們來看到的是新式的最新的艦艇防空系統，可以攔截巡弋飛彈、無人機，甚至是高超音速的武器。代表大陸現在不只是有了無人機，會搭配的就是傳統的這些飛彈啊、導彈，來在未來的無人化戰場上面來特別做攻擊。那所以日本方面其實現在很擔心，他們最新出的是2026防衛白皮書，點名大陸的軍演、航艦活動、無人機擴張是目前日本最大的挑戰。兩個問題：新型的武器跟這個咆哮者的問題，幹哥怎麼看？好，我完全突然想到說。上次剛才講的那一點，我都沒注意到，為什麼你知道？因為美國海軍在訓練飛行當中，他們會關掉警告器。為什麼？因為不斷的接近。這2架飛機是在那個 Mountain Home， 也就是愛達荷的基地。好，他們一起起飛的時候，然後你看到那個畫面的時候，一直不是 AI 生成哦。當後面的這一架，後面這架叫做僚機，前面這架叫長機，它既然是騎上去貼在上面，因為貼得太近了。那為什麼前面會不知道？代表說它的警告系統好像被關掉了。為什麼？因為他們常常接近，他們不斷的接近，他們在所有的表演當中會有無數次的接近，所以吵死人，乾脆關掉。在這種情況底下，也訓練飛行員的膽識。所以美國海軍或是美國空軍的特技飛行員，他們都有一定的注意力，但是這一次的初步的調查已經知道了，就是說這一次的這個騎上了長機，然後雙雙因為輕微的碰撞，然後到了一定的高度，發現再也爬不上去的時候，只好4個人同時彈射逃生了。什麼叫4個人？每架飛機上面有2個人，他也有2個人，那2個人加起來4個人。彈射的時候，因為他們用的是馬丁貝克的00彈射椅，也就是0高度、0速度都可以彈射，坐在地上也可以彈得到半空中，所以這樣的彈射椅是非常的可靠的。那經過了50年的發展，馬丁貝克彈射椅保住了這4個人的性命。可是現在我要講一句非常不客氣的話，是，請問一下 VAQ129中隊，你為什麼還會參加這樣子的飛行表演活動？那個是民間的活動。你現在所駕駛的 EA-18G Growler 咆哮者是什麼飛機？大家可能不知道。Growler 是美國海軍第一線，也可能是最後一種有人駕駛的電戰機了。什麼意思呢？
因為 EA-18G 是唯一沒有被美國海軍、沒有被五角大廈砍掉的現役的4代機。為什麼？因為它的工作是電子作戰，也就是說，當你要攻擊一個地點的時候，一隊電戰機先到前面，它根本不叫咆哮者，因為它根本一點聲音都沒有，它不會發出任何的警告，它實在是靜默的殺手。為什麼？因為它不但會干擾現場方圓數百公里之內所有的雷達系統都被它干擾掉。所以美國為什麼在多少次的突穿行動中，不管它是打伊拉克打哪裡，你就會發現說，前面的雷達系統完全沒有反應，就是被它干擾的。是，這種飛機很貴的，你怎麼拿去飛行表演？我對於飛行表演一向是深惡痛絕，因為這種東西只會損傷人命而已。好，這些事情我們已經看到了，標準的人為疏失造成的。美國海軍，你還要再繼續這樣下去嗎？你已經沒有太多飛機了，為什麼？因為 F-18的產線準備要關閉了，將來都只有把金錢放在 F-35上面。所以像這樣子優秀的電戰機，怎麼可以拿去當做電戰飛行的那個飛行表演的工具呢？好在人沒有死，但是我問你，這個飛機一架多少錢？大家知道嗎？6700萬美金，那是換算成人民幣是多少？所以大家就想，只有美國啊，像這樣子的國家才會幹出這樣的蠢事。我們再來看，現在解放軍的這4種無人的那個戰爭機器，殲6，好，我們現在第一個講殲6，不過我不客氣的批評，殲6無人機是不如他想象中那麼厲害。也就是說，可能在台灣的面對台灣的沿海部署了500架，對不對？那種殲6的無人機，這都是用無線電遙控的。用無線電遙控的東西通常是不可靠的，所以說像這樣的無人機它很大，為什麼？因為它就是從米格19改過來的。那米格19是在米格系列之中是在蘇聯提供給盟邦的飛機裡面是最不好用、最讓人討厭的飛機。不過中國空軍那時候因為還沒有到米格21的突破，所以米格19造了4000架，所以現在拿來當無人機，正好用。為什麼？他們退役很久了。是，但這種用無線電遙控的無人機的性能，絕對比不上現在的大疆無人機。OK， 好，那再來看群蜂無人機，就是我現在講的大疆的，這才是真正的 AI 的，這才是用 AI 的整個軟體去開發出來的先鋒的那個無人機部隊，它的成本低，而且它的協調。米格19、殲6，它怎麼樣協調？沒有辦法協調，它就單純的指令就去了，然後有去就是無回。可是這些群蜂無人機的話，它就有共同的 AI 指令可以去發布，所以這個才是以後攻台的時候最重要的利器。再來，我們看仿生魔鬼魚的潛航器，這個畫面你可以看起來很像什麼？很像福鴻，對，就是福鴻，它的外形就是仿照那個福鴻所這個改造而來的。那它呢，絕對不是一個人出去，它會有10幾艘一起出去，因為體積很小，它就可以避開聲納。什麼叫避開聲納？就是說我今天讓你聲納探測不到，我體積很小，然後我的那個在水下的那個運動性能很好，所以說我們在一起出去探測、一起標定目標的時候，很難被敵人發現得到，所以我們就可以指揮什麼？我們就可以指揮水下作戰跟水雷的布防。所以你看到這個仿生魔鬼魚啊，你就會覺得說，你好像看到了一隻福鴻。其實當你看到一隻的時候，你就要想到後面有10幾隻，很可怕的。像這樣子的東西，其實老實講一句，它很快就會變成什麼？也是由 AI 來導控的水下作戰能力。這個才是我們要注意的。那最後一樣是最可怕的，新式艦艇防空系統，這個叫做終端防空系統，其實很像美國的 SPY-6，也就是什麼？也就是神盾防空系統，只是大陸沒有，就是說我們現在解放軍沒有明白講，這個就是中國版的 SPY-6，是什麼意思？你知道嗎？就是終端防空系統，也就是說它是介於紅旗9跟1130近迫武器系統之間的那一塊，因為紅旗9是高空，1130近迫系統是近海，但是中間的空域常常沒有填補。那現在這個系統就是用來填補它的。
所以這個系統老實講一句，它還具備抗電磁干擾的能力。這個系統服役以後，解放軍海軍才會真的彌補它缺少的那一塊。所以整個系統當它成熟的時候，你就會發現說，解放軍的無人化會成為以後各國都必須要去學習的對象。當然，我們也很期待說，有一天真的有實際的一些這個作戰或是一些想定，或是一些演習當然我們不能依靠實戰，可是我們可以依靠一些演習來驗證這些新式裝備的有效性跟可行性。我覺得那天是可以被預期的。好，那麼接着就來看到說，那麼一系列中國大陸這邊推出的這種無人化戰爭的武器，又會接下來如何影響到台海，甚至是印太地區的區域安全？進入無人化戰爭時代会怎麼樣發展？聶老師怎麼看？我先補充一下，剛剛看到了2架飛機撞了。我從小在军人長大，我很想開飛機，我有開飛機的夢。那我眼睛也非常好。當我以前分數考太高，就國防醫学院。好 ，anyway， 重點是我膽子也很大，可是人家跟我說，你去了以後，你只要做危險駕駛，你馬上就不能飛了。所以我講膽識可以，但是不能做危險駕駛，也就是他膽識太大。我要講的是另外一面，就是美國的人或者太散。你剛剛講到那個戰，不是說他拉太長，我覺得他拉太深，而且弄太久，他的已經真的叫戰力疲憊。還有人，你剛看去年啊，这川普為了他的生日，請問一下，這個6月10號做了什麼東西？在美國軍演，他的軍演你有發覺這個他們是用散布的，好像有人說這是美國的習慣，就是美國就比較自由，但是我跟你講就不嚴謹，那就是為什麼呢？他到了習近平那邊看到軍操這麼棒，他就開始把以前的軍服穿起來。因為他以前在紐約軍事學校的時候，他在20歲的時候，他做過軍操的一個儀隊，他還在第5大道收費，你知道嗎？這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人，但是他已經散掉了，所以才會發覺不嚴謹、太散就會出現美國現在的狀況。那我先講第2個，就是各位想一下無人機這個世界啊，在去年已經1年哦。去年當大疆無人機量產到全世界都看到各種模型都做出來的時候，美國有嚇到。在尼克森總統1960年代的時候，記住哈，當時的俄國是全球航太第一的，美國根本追不上。可是尼克森總統真的大肆破例的弄了拉薩，就喊出我們要做航天計劃，有沒有贏了俄國啊？但現在呢，那個赫克塞斯在戰爭部之前叫國防部，還沒轉戰爭部之前還是國防部長的時候，在五角大廈於是拿了無人機跟大家講說，我們美國要開始發展無人機計劃。美國很有魄力哦，的確有發展，但是跟中國不能學，而且他現在是學中國的，是趕不上中國了。所以我講為什麼會趕不上，答案很簡單。其實我們講我們的中國大陸對岸其實做了非常多很深入，而且很早就 foresight 看到未來深入的基金的計劃，也就是對科技的大基金的投入。2014年投入了1000多億，2019年2000多億，2023、24，當美國又質押的時候，他投入了更多的金錢。他打 AI、打5G、打半導體、打晶片，請問中國做到了什麼？現在看到的無人計劃全部出現。最重要的，這個科技提升了2個，第一個一 C 2 Q， 成本低。量大，那當然你當品到全世界，它很內卷啊，這沒辦法。第3個還有重要叫 quality 高，質啊，這個 Q 最重要。而這個呢是有 AI backup 的，有 AI support， 這更厲害。也就是你現在所講的，不管是蜂群無人機等等，是最叫做 AI 蜂群無人機。包括你看，巴基斯坦會打過印度，當時用的標風，用殲10，為什麼呢？它因為有 AI 的配套，當然還有它的這霹靂15。我要講的是，因為你的 AI 介入，你就會發現你什麼都變了。因為中國，你不要說晶片被克制，但是成熟製程全部真的遍地開花的 AI，在中國到處都是。我必須講一下。我們都在講嘛 ，AI 是我們的未來。你懂 AI 就有未來。一個國家也是這樣，你有了充分開發 AI、發展 AI、充分運用 AI， 這個國家軍事實力也好，航太能力也好，一定往上。現在中國只缺最先進製程，比如台積電或者美國在3納米以下的所有東西更精密的東西。當那個是最終極戰，但是在其他的，他們現在很多這種量器，比如晶片堆疊，也已經達到他們很多的效果。我要講的最後一個答案就是非常重要，因為思敏問到無人機的這個改變戰場，當然現在可以看到所有東西他們都無人化，這個是非常聰明的。包括我剛剛講個 J6，雖然它是以前進不了第5代這個戰機的，它一定要淘汰，也不能浪費啊。中國聰明到這樣，把這種舊戰機沒有用，置入 AI， 讓它一樣活起來，而且用 AI 去打。我跟你講。這個是一個非常聰明的做法，因此啊，你看到大疆的量產，看到美國想學，你就知道整個世界已經變了。好，謝謝聶老師。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內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
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